你有没有判断呢？你有没有反驳？你有没有主心骨？也没有。邢洪开有主心骨，王子烈有主心骨，车道宽有主心骨，可是你这个最老的老同志，你没有主心骨啊！我们共产党员就是砍头也要说真话，跟组织说真话。我们不但要面对敌人的枪口，有时甚至还要面对自己同志的误解。在车道宽这一件事情上，你始终是只搞小动作，不讲大道理。你这个老大哥，你有屁用啊！窝囊废！军人要有正气，正气从哪来？就从我们干部自身来。因为你就是表率。报告，司令员，司令部急电。车道宽这件事儿，我在延安的时候，张政委给我去过信。当时是郭世文枪毙的车道宽吗？是。那么之后，郭世文怎么样了？郭世文收到了口头警告，是我执行的。司令员，怎么了？之后呢？之后郭世文话很少，他娶了白小玲。长梦啊，天亮我就要到军区去了。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旅的部署。是。我新四军后勤部队向山里转移，原7师31团有31名伤员，从三道坪山路转向云霞岭。我部124师作为先头部队，控制净水县东南12师、19师、107师，随时准备多次攻击新四军的阵地。攻击点是净水县城、姚家岭、草坡。请郝将军训示。就按既定计划办吧。到时请赵将军主持。车道宽活着呢。哎，车长官，您这是干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电台、密码本，还有新四军的军装，就凭这几样把你送出去，新四军就能枪毙了你。车长官，我是个商人，您要说您要钱，我能给您几个。可是您刚才说的，我一句没听懂。2号就是抢你们店的布，打你的那个老兵油子葛存金，对不对？嗯。3号左玉坤，左参谋长，是不是？6号就是原31团的发报员于晨露于小姐，对吧？您是几号？哎，就3项啊，1、2、
2、3。真是个汉子！进屋号。为什么现在要对我动手啊？晋阳计划要进行了。晋阳计划什么内容？我就知道了名字，我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老孙，你是第一次见吧？对呀，是于小姐指给我的。他给老孙什么任务？蒙汗药。再说一遍。蒙汗药。车道宽，心急如焚。中央军的大部队已经摆开了进攻的架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如果此时军分区的首脑全体失去作用，根据地将陷入绝境。这个位置，国民党的部队正在撤退，汽车大灯非常显眼。葛连长，你辛苦了。我们的一个方向完全暴露在鬼子面前了，可我们这个方向上没有太多部队。这是顽固派和鬼子达成的默契，先修好进攻根据地的路，然后给鬼子让开进攻的通道，这是阴谋。如果敌人胆敢进犯，我们就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伪七师战斗力薄弱，我想把监视他们的2旅1团调过来。好，下命令吧，并且通报给方司令。是。这些都安排好了，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司令，曾成还真是个人物。这是刚刚译出的新四军的电报，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走的。后人情况怎么样？已经到达了预设地点，只要新四军一调动，马上插进去。司令，我看咱们可以把伪七师抑制的场面搞得大一些。不是还有一个联合调查组要来吗？都安排在那一天，让大家见证一下，见证新四军是怎么挑起了内战而破坏了统一战线的。两位将军真是党国柱石啊！我能够亲自经历这个历史时刻，真是赵某3生有幸。只要第一枪打响了，新四军31团这个火药桶就会引爆。只要31团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攻打已经加入我军序列的第7师，那方昭武就是有1万张嘴，他也说不清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方绍武的队伍全部吃掉。从此江南只有国军呐！喵。是人是人，你没死？没死。老孙，我就想知道于晨露给你那蒙汗药，您放哪儿了？你和大小姐可是……那这是甭给我扯这个。
我车道宽是新四军，就算你们大小姐来了，我也会对她不客气。说吧，药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要不说，那我只能宰了你了。呸！畜生！大小姐对你是一片真心，有种你就杀了我吧！那您再歇会儿，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去美国吧。老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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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看，老孙是卧底，涉嫌投毒。老曹，你说说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政委，先别着急，人不是还没醒吗？老孙到司令部1年多了，老实肯干，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可他早不闹晚不闹，偏偏这个时候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等他醒了以后，一定要闹清楚。还有一件事情，你立刻组织得力人员到1旅取决方司令回来，务必确保方司令的安全。明白？曾参谋长，哨兵刚刚报告说老孙出村子了。什么时候？哨兵也是听说老孙出事了才报告的。一定是穿了老孙的衣服，立刻派人追。我不准。老哥，来一下。车道宽回来了，只有他能把老孙学得惟妙惟肖，同时又有这般战术本领。带1个排搜车道宽。计划要提前，我要立刻去独立团，你配合我。二排长，集合你们！是。2排集合。带人从松矮村里搜，碰见可疑的人就开枪，要是反抗就地枪毙。是。向左转，跟我走。排长，快过来！快！同志，快醒醒！怎么回事？是老孙，
老孙，你来这里干什么？打水啊！狡猾的家伙。这是老郭的衣服，也不知道合不合身。在这儿啊，也就你敢留我。今天啊，我可没吃的给你了啊。这趟回来能看到你，我真的很高兴。老郭对我挺好的。看得出来，你们俩这日子过得不错，我心里也安稳了，总算把你给嫁出去了。哦，对了，你要告诉老郭，金阳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葛孙金跟老孙都是卧底。这2年你是怎么过的？说来话长了，反正是挺过来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自己要当心，啊！好了，我走了。车道宽。侦察连1个排派出去了。我知道谁干的了。哼，多熟悉的做法呀！肯定是他车道宽干的。会吗？怎么不会？也可能他听说方司令要回来了，故意抽我的手。车团长是个重情义的人，我觉得他回来是为了郭世文。他有这个胆吗？他不是穿老孙的衣服跑了吗？车道宽的出现，给曾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要因势利导，把张成良与外界隔绝开，借机前往独立团，提前执行金阳计划。所以我也觉得蹊跷，凭他一己之力想在这儿救人，除非他把您保了换人。什么意思？在独立团，车团长有绝对的威信，只要他在，独立团就听他的。我怕的是，他把这儿搅翻了天，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他却从容地去了独立团。都2年了，会吗？政委，车团长和独立团的战士，那种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情谊，不是时间抹得掉的。你去看看他的坟，都修成花园了。清明、中秋、忌日过年，哪个日子战士们不给他哭几声？谁路过了不拔草祭奠？老曾啊，你当过独立团的领导，你当时就该制止。我们不允许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的独立团，除了王子烈政委，谁都镇不住，我也不行。王政委牺牲后，车团长是唯一能够凝聚独立团的力量，所以我都带头上坟。好，不说这些了，你说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报告！什么情况？打昏老孙的人可能回来了。什么情况？警民院只发现老孙的衣服，一个战士被打昏了，脸盆和衣服都被抢了。胆大包天！保护政委！回来，注意自首！快！车道宽，你有种冲我来！我张成良就在这儿。副政委经过。放开我！报告，谁？什么事？独立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独立团转移的生命员都被枪杀了。道已出鞘，剑已上弦，现在关键的就是时间，必须在张成良发觉前赶到独立团。来人呢？在外面。
参谋长，什么情况？中央军开始调动了，哪几个方向？净水姚家岭，中路有重兵。好，我知道了，你继续监控。是。曾成快速检查了一遍行动方案，没有遗漏。只要葛存金能炸毁凌波桥，金阳计划就成功了。是尾期实干。独立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独立团出了情况，曹猛应该汇报。联系不上，会不会是电话线断了？这样，你带一部电台，马上赶到独立团，到达以后联络我。独立团绝对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是。连长，不对劲儿，派去几个战士都不见踪影了，把大家停下来吧，不能再走了。连长，报告，霍将军急电。念。投名状交割，齐老长官见曰：霍某顿首。老师，下令了。赵将军，命令你率领宪兵一团，乘坐汽车，护送记者前往金阳县城，接收第7师。是。给霍将军回电，欢迎你回归国军序列。战区长官刘勋德。是。报告，我师准备就绪，只等司令长官一声令下，立即摧毁敌方阵地。中央軍は現段階ですでに3師団を投入しております。おそらく中央軍と新余軍との間に大きな問題が起きたんだろう。今双方は戦い合ったとしても、現在我々が持てる兵力ではおそらく大きな期待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第7師団と対峙する中央軍は昨晩撤退した。配置はどこだ？はこちら大南市の後方蘇州に向かっての方角です。第7師団に有事だ。宝将軍の反逆だ。師団長、もしも信濃軍隊を一つのまとまりと見るなら、これは蘇州を包囲する布陣だ。逆賊は必ず討伐する。さもなくば我々と協力関係にある信濃軍隊が次から次へと中央軍へ帰投するだろう。まるで
将棋倒しのようにな。この区域は完全に我々の管理から逃れている。ですが我々は現在は状況が違う。直面する形勢はかようにも不利ではあるが、諸君には帝国のために力を振り絞り、この一戦に賭してもらいたい。三将殿、自分もお供します。動ける部隊は全て結集せよ。はい。啊！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朝律长来电，伪欺师枪杀我独立团战士30余人，目前独立团情况很不稳定。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独立团转移的伤员都被枪杀了，是伪欺师干的。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刚收到的，我看着接收的。刚刚收到。刚刚收到，曾曾怎么会提前知道的？朝律长电报里说，方司令请张政委派郭世文回31团稳定局面。什么？目前中央军已经屯兵在进入根据地的道路上，目的不明，望司令部紧急准备应对这一变故。我觉得他回来是为了郭世文，独立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除非他把您绑了换人。把枪收起来，收起来！没有时间跟你说更多道歉的话了。敌人真的有卧底，曾曾恐怕就是。独立团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伪欺师枪杀了你们团的伤病员，你们团的情绪非常不稳定。老郭呀，你在独立团干了2年多了，你马上回去做他们的工作，稳定住局面。顽固派他们的大部队在我们根据地的外围，他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们独立团绝对不能再出任何情况了。曾曾已经在往独立团赶，你到达以后马上把他扣押起来。还有，方司令员就在一旅，你到达以后马上联络他。人在，部队在。老郭，对不起，你好好保护你们郭政委。是。去，把侦察连的葛连长给我请来。是。顽固派屯兵根据地周边，侦察连为什么不跟我汇报？还有那个独立团报信的战士是怎么回事？葛存基，葛存基回来，立即扣押。是。进来。你们葛连长呢？
我们连长去前线了。他说顽固派要进攻了，他去看看。什么时候走的？正参谋长走的时候。顽固派要进攻根据地，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一排的战士回来汇报的，我当时就在旁边。葛连长带他来司令部了。葛存金、郑成，你们两个卧底特务！我命令，我现在任命你为司令部的侦察连连长，带你的派把葛存金给我抓回来。会吗？会吗？动动脑子里分析分析好不好？那天独立团报信的战士来汇报情况的时候，我没听见，但是我想，他是不是说顽固派要进攻根据地的事？是。但是曾曾汇报给我说的是，独立团的伤兵被杀害了，还有，他说独立团和一旅的联系中断了。现在，方司令的这份电报说明了一切问题。曾曾在撒谎，配合他的就是葛存金。执行命令吧。是。驾！驾！这小子急急忙忙干什么去？这条路上有什么重要？妈的，敲！司令员，张政委来电，现已查明征程、葛存金是卧底。目前，征程已去独立团，葛存金下落不明。赵部长带人来接你，安全起见，张政委希望你留在一旅，并加强警戒。现在独立团和伪七师之间的道路是敞开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汪伪与日军进攻，这里将是一个很大的缺口，二旅根本来不及补上这个缺口。那么中央军围过来干什么呀？还摆出这么一个图穷匕首现的架势，为什么？如果是日伪与顽固派的联合行动，我们只要抓住一个日军俘虏，他刘勋德能说得清楚吗？现在抗战即将胜利，他刘勋德跟小鬼子打了7年多的仗，日伪联合行动，他不会领这样一个民族败类的骂名吧？他领不起。司令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会被赶向江边，只有从金阳附近过江。金阳县城，金阳计划，这就是金阳计划。从31团起事算起，他们准备了2年时间。今天总算看到庐山真面目了。我们可以强攻金阳，但过江还需江北派船来接应。不可能，金阳，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去过了，那里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堡垒。郝俊杰2年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战斗格局，金阳是给我们准备的一条死路。天罗地网啊！这种战略眼光，你我是比不上的。伪七师从这边过来挑衅，曾诚到独立团去了，关键就在这条通道上。赵猛，马上命令老一团，我亲自带队截住这条路。司令员，是。来人！司令员，命令司令部、后勤机关
全部转移冯家岭，命令2旅的主力全速赶往冯家岭，占领冯家峪。根据地形构筑工事，快发！是。丢掉背包，轻装前进。往左是主力团，拼力越过灵魔桥。赵兄，请放心，我已经布下了八卦阵，就等兴四军开第一枪。你为党国立了大功，佩服，佩服。我是个苦命人，还看赵兄在上峰面前美言。哈哈哈。强大的政战攻势面前，建国军第7师官兵重燃民族大义之烈火，毅然回归国军序列之内。朝猛，到！马上派骑兵抢占灵波桥，快！是。班里边，赵部长。张政委让我过来接你。灵波桥还在吗？我来的时候好好的呢。怎么？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加速前进！继续监听这个广播。是。出什么事了？赵部长，伪七师易帜了，现在是记者云集。曾诚去了独立团，他是带着独立团打伪七师。那不成了打国军了吗？一个团的进攻，这绝不是什么擦枪走火，这是战争。曾诚现在是咱们军分区的参谋长，他要是来一个假被俘，你就是有100张嘴你也说不清楚。到那个时候，顽固派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攻咱们根据地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抢占灵波桥，截住独立团。
把火把扔了，我保你以后没事。陈长官，你就不能好好想想吗？啊，你好好想想，大小姐她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呢。战友，我们的兄弟，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却死在了汉奸的手里，这是我们独立团的耻辱。从车道宽长官接手我们那天起，独立团没吃过这样的亏，我们要洗刷这耻辱。区区命令我们坚决反击汉奸残杀伤兵的卑鄙行径。我们要挖出汉奸的心，祭奠我们的战友。对伪军第7师的官兵，我们不接受投降，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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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日军出动了。胜负已定。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抑制部队，他们要杀鸡给猴看。我们的队伍不动，让新四军和日军联合进攻，就是把新编15师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司令，赵将军身陷险境了。新四军和日伪军联合起来进攻，屠我士兵，杀我将军，血海深仇，有目共睹。我不会不顾全大局。赵将军战死，我会后续家属，以表其功。曹团长，曹团长，是我，车道宽，车道宽，司令员，车道宽干活呢，司令员，车道宽，车道宽回来了，车道宽，司令员，司令员，是车道宽吗？是我。司令员，有屯军把桥已经给炸了。郑成是卧底，这样计划我也弄明白了。顽固派就是制造一个消灭新四军的借口。今天早上，伪7师
枪杀了独立团的伤兵。现在曾诚带着独立团要打已经归顺了国军的伪旗师了。车道宽，河那边就你一个人，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一个人要把独立团接住，绝不能让独立团向伪旗师开一枪。小心郑诚！小心郑诚！这是军队回归的日子，听见了吗？这是鞭炮声，还有锣鼓声。本电台感谢战区大力协助。我们现在是用军用雾化器材接力传送的喜讯。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我国陈露去机场了吧？老师，陈露留在这里，还是很有前途的。金阳计划牺牲惨重啊，恐怕很多人都断了后，绝后了。我造孽啊！我造孽罪过，让他远走高飞吧，为的是留下一个能够经常想起他们的人。老师的苦心，学生铭记在心。国家永远不会忘记执行金阳计划的英雄。报告，这是刚刚译出的新四军的电报。方兆武命令新四军2旅调往冯家岭，做最后一搏了。他们这么快就察觉了啊！立即出动侦察机，侦察新四军控制的区域。次序是：1. 凌波桥；2. 新四军区域至新编15师的道路。是。停。先把这个抬走，一会儿你们俩出去看看，不管是谁。报告，神医1号报告，宁波桥已经炸断，桥的西岸有大量的竹排。新四军第1旅的部队准备搭桥，说明他们没有过去。增城的部队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最后一个危险，安然度过了吧？细心的曾诚下令，将走过的桥梁全部拆毁，这样方昭武即便过了宁波桥，也无法追上独立团。
如果车道宽阻止不了独立团，那我们将会面临着挑起内战的罪责。到那个时候，国民党会以此为借口，对我们进行围剿，制造起另一个皖南事变。不，情形比皖南事变还要险恶，所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一律把所有的马全部集中起来，待浮桥架好之后，由我带领去追独立团。赵旅长，你带领其余部队全速跟进。さらに加速前進せよ。反逆の式典が幕切れる前に進行をかけるんだ。全体全速前進。快，加快速度！快点！走！报告，打草谷中的新四军正向谷中移动，大约有2个营。增城提前了，按照原计划，他到不了打草谷。增城很谨慎的，会不会有什么变故？暴露了，不然新四军不会搭桥啊。这个方昭武啊，运气不好啊。问题出在哪儿了？增城得到了张成良的完全信任。是不是方昭武？方昭武刚回来啊。新四军里能人多呀。弟弟，左面加重！什么情况？可能是小股部队。你留下，负责找人。是。这边有人！全长，停止射击！停止射击！交流队员，为什么停下？那个人穿的是我们的军装。你们上去看看是不是自己人，快点！张教队员，其他部队继续出发。继续出发。
这声音听着好熟啊！是车团长。车长官已经牺牲了。就是他。全军区就他一个人这么喊，东北人伐树就这么喊。伐树？对啊。战术也是他惯用的。张成，你站出来！张成，你为什么杀了郭志文？郭志文死了？郭志文为什么会死？郭志文怎么死的？对呀，我没看见过郭政委，全团都可以为我作证。你不光杀了郭世文，还杀了其他的独立团的兄弟。这事与我无关，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你留在独立团驻地的人干的，他们也想杀我。车长官，我请求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军务。执行什么军务？军区的命令。等等，根本就没有什么军区的命令。车长官，是张政委亲自下达的命令。你带着电台呢？你当着全团干部、战士的面，给张政委、方司令发放电报。你肯定知道回电室立即拘捕曾成。哈哈哈哈哈！车长官，我知道你和于晨露小姐结婚了。于晨露小姐就是刺杀王子烈政委的凶手。车长官，你在为伪骑士争取逃脱打击的时间。军区正是考虑到伪骑士即将投靠中央军，才决定迅速行动，在即将成为事实之前，打击伪骑士，为死去的战友报仇。是团长。是团长，你好胆量！你们知道吗？这个人已经是国民党的高官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触犯了众怒。兄弟们，这2年我车道宽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你编了一个连你自己都不能证明的谎言。我看到你们每个月都来我的坟前上坟，把坟上的野草拔得干干净净。你们排一个班一个班的轮着来，初1、15从来没有落下过。团长，你能说出这些，我就相信你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还有你小子，每次到坟前来，
手里都拿着一束黄色的野花，对不对？团长，我信你。每天晚上，在营旁的小路上，我都挑着货郎担子走过。伙房的味道已经告诉我，你们每天都吃些什么。是团长回来了，回来了，团长回来了。我相信你，但是曾成，我不相信你。你的金阳计划该结束了。大家阻止我们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下面为指示。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谁阻止我们报仇，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不要慌！听着炮声，这是鬼子的9·2步兵炮。现在第7师已经易帜，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了。鬼子现在正在进攻第7师，如果我们现在找他们报仇的话，我们就是等于跟鬼子一起联手杀我们自己的人。赵将军，赵将军，新四军打过来了？不是日本人。日本人。调整部署，打鬼子！是。赵兄，我们被前后夹击了。我是中国军人，我今天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来人！是。集合警卫团、宪兵团，一定要谁退缩，杀无赦！是。我们就是报仇！对！如果现在报仇的话，我们就是汉奸。就是民族的罪人！你为什么百般阻挠我们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你到底是谁？这是！你怎么把枪对着团长？放枪！放枪！有种你就开枪！同志们，我们不能当民族的罪人。可是团长，兄弟们的仇就不报了吗？是。报，一定要报。但是这仇，我们先要报到小鬼子身上。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去找国民党，让他们把这些凶手一个个的给咱们交出来。对，我们听团长了。好，小鬼子就在那边，不想当汉奸的，跟我走。开不开枪？开枪未必能带走独立团，不开枪，几年的努力岂不白费了？曾成不甘心。他妈的，把他们给我就地正法！等等，扶起来，快，团长起来！哎呀！瞧你这枪法，你们也曾都是抗日的好汉，死在战场上吧，这样后世的人也能记住你们。把枪还给他们。
直部遭日军攻击，部队正在做顽强抵抗，请总座给予支援。赵将军他们也许盯不了多久了。新四军还没动静。报告，是否向日军发动进攻？让他们待命。敢擅自开战者，军法无情。给赵将军发报，让他们坚持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否则提头来见。是。命令！除电台人员之外，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跟我冲！赵兄，赵兄，末日到了！你要是胆敢扰乱军心，现在我就崩了你！新四军已经到了我军阵地背后。什么？在我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新四军出现在我军背后。是，赵将军，赵将军，新四军已经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并夺回了我们的阵地。什么？出现在我军阵后，到底开枪了没有？开枪了没有？这个笨蛋！总座电报。新四军已向日军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我们还是不了解这支军队啊。可他们队伍已经到了。此时，刘勋德、郝俊杰心里都清楚，他们费尽心机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金洋计划已经失败了。刘勋德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31团已经成为新四军了，他们不计私仇，不嫌旧恨，在向日本鬼子
进攻了。司令，老朽，请你打好中国军队光复的第一仗吧。发报，命令前沿部队向日军发起进攻，截断日军，消灭敌寇。師団長殿、我々はすでに包囲されております。相手が国民党であれ共産党であれ、中国人にとって我々は結局消すべき侵略者だ。準備。備え中。全体弾を抜け。我に続き突撃！突撃！